我明明是个炮灰男配，身边所有女人都被男主无情吸引，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曾经跪舔男主的高冷总裁，如今却时刻关注我的动态，一直看我不爽的青梅校花，天天都在忙着悄悄尾随我。就连前世害的集团破产的姐姐，现在都恨不得每天和我贴贴。此时送了夏雨姐妹，我也回到家。宋婉柔也从学校里回来了。弟弟明天有时间吗？老师说让你去他那边一趟。我点点头，去吧。毕竟之前多亏了夏淑琴老师帮忙，才这么快将舆论平息。只是可惜冷晚秋虽然撤回了水军和谣言，但我却并不能让他付出代价。毕竟冷家的底蕴实在是太过于深厚，相比之下宋家根基实在太浅。如今我也算有些成就，虽然不是经商方面的，爸妈这次回来应该会将部分产业交到我的手上。宋婉柔是继承不到财产的，毕竟她是领养过来的，但是爸妈倒是给她准备了很多套房产，足够她生活无忧。宋婉柔此时听见我的心声，也没有丝毫埋怨，反而心里很甜蜜，觉得能和我一家人很幸运。前世自己真的做出了对不起弟弟的事情吗？不管怎样，宋婉柔已经决定不会有丝毫伤害我的事发生。次日早上，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和一个穿着打扮极其清新的年轻女人相互挽着手走进大门。我和宋婉柔齐刷刷的喊爸妈，你这孩子，妈1个月没见到你了，你就不想妈妈？这1个月硬是连电话都不给妈妈打一个，你说是不是该打？老妈白娇娇冲上来揪住我的耳朵，眼神凶神恶煞，但是声音却是带着点嗲味，像是在撒娇。我瞥了她一眼，淡定的拿出手机点开语音聊天。宝贝儿子，我跟着你爸出差去了，这次我们大概玩，嗨嗨，大概出差1个月左右的吧，在外面出差很辛苦的，你没事就别烦爸妈，爱你哦。白娇娇，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铁证如山。老妈顿时尴尬起来，她干咳几声，儿子你做得很不错。老妈，我就是试探一下你。不对，她气势忽然凌厉起来，老妈叫你不打你就真的不打，我只是试探你爱不爱妈妈罢了。没想到感情这样经不起试探。打住打住，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吃完饭还要去学校呢。白娇娇撇撇嘴，儿子，今天下课别在外面鬼混，今晚帝豪大酒店有一场酒会，里面的都是一些年轻人，邀请函给你，你去看看。不去，必须去。我儿子这么棒，总是宅在家里不拿出去秀秀，别人怎么知道这是我儿子？我有些无语，最终只好同意才得脱身上学。没事的儿子，到时候你就去年轻人那桌随便坐坐，在那些小富婆里面装装逼就行了。等到时间了，老妈给你打个电话，你要立马过来知道吗？核心思想就是她一定要在那些闺蜜面前炫耀一下。我来到学校，目前学习精通已经大大增强了我的记忆力，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理解力和思维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正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知识的海洋，丝毫没有理会安以诺时不时飘来的眼神，也没有顾及角落里晨曦投来的怨恨目光。现在的我对晨曦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我很期待等我将晨曦和他的后宫团全部踩在脚下，他的后宫团会是何感受？安以诺那种人会不会哭鼻子？突然听见我的心声，安以诺嗤笑一声，呵呵，哭鼻子，老娘只会拍手叫好。臭宋墨，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有些好奇，今晚的宴会我会不会去？以往向来不喜欢出席这种晚会的他，却隐隐有些期待。若是他参加晚会，那双方的地位就会转换。宋墨哪还敢在自己的面前趾高气昂？届时自己非要他难堪不可。这样一想，安以诺只感觉心中的郁郁之气已经消散了大半。但转念一想，算了，今晚还是不要这样过分好了。自己稍微给他点面子，在人前夸赞一下，不是很快就能够缓和一下两人间的关系了？他脑子里面诸多想法，恨不得立刻实施。很快到了晚上，宋婉柔挽着我进了酒店，第一层的灯光就花里胡哨的，乍一看金碧辉煌。宋先生、宋小姐这边请。门童微笑着指引我们走进大厅。先生、女士，你们要些什么？前台的调酒师前来询问需求。我微微一笑，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不过你手上的调酒工具能借我一下吗？调酒师也爽快答应，毕竟他不想拒绝一个富二代装杯。然而我接过调酒的器皿，一套连招动作轻盈、酣畅淋漓，搭配上少年清秀的帅脸，简直要迷倒宴会上的女人。最后我拿出一片香草添在酒杯上，将手中酒水递给宋婉柔。天空之梦，一种好看好喝的鸡尾酒。调酒师瞠目结舌，这富二代的手法还在自己之上，到底谁才是吃这碗饭的？酒店角落，安以诺拿着手机停止录像，他得意一笑，露出2颗虎牙。宋墨，果然让我逮到你了，本小姐等候多时了。宋婉柔也惊讶地看向我，微微品尝了一口杯中湛蓝的酒液。姐，就喝这一杯吧，虽然这酒的度数很低，但是喝多了照样会醉。宋婉柔乖巧点头，小口抿了一口，然后歪歪脑袋疑惑问，你怎么不喝呀？我一愣，心中吐槽，歪头这么可爱，这种时候反倒是像个妹妹。我不怎么喝酒。宋婉柔听见我心声，心情更加愉悦，不喝就不喝，姐姐还要靠你来保护呢。远处的安以诺忽然有些羡慕宋婉柔，她从来没得到我的好态度，一直都是被嫌弃和讨厌，更别提什么依靠和保护了。以诺，安以诺听见有人在招呼自己，回头一看，是她很好的闺蜜唐小婉。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这次来这么早？唐小婉冲着安以诺挤眉弄眼，顺带着指了指远处的我，还是说你春心萌动了？你说什么呢？安以诺羞恼举起手就要打唐小婉，唐小婉连忙求饶，我胡说的，我胡说的，安大小姐，快饶了我吧。她可没忘记安以诺是货真价实的跆拳道黑带，这家伙打人是真疼啊。安以诺这才哼了一声，你开谁的玩笑都行，别开他的。为什么？唐小婉本能的反问。安以诺被问呆住了。是啊，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半天，最终憋出来一句话，哪有什么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行。唐小婉敏锐的嗅到不对劲的气息，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安以诺，再看了看远处的我。安以诺，你来真的？你喜欢他？不喜欢。安以诺条件应激似的反驳，只是话一出口，心中却升起了莫名的后悔。唐小婉更来兴趣了，告诉我这个男生是谁？你喜欢他哪点？或者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安以诺撇撇嘴，我都说了不喜欢了，谁会喜欢这种自以为是、一点都不尊重人的家伙？而且宋墨总是在心里面骂他，
他又不是受虐狂，怎么可能喜欢上他？明明一开始最讨厌他了。唐小婉从只言片语之中很快提取到信息，这家伙对你不感冒。唐小婉瞬间同仇敌忾，以诺，这家伙实在是太过分了，你这样的仙女他竟然不感冒，他是眼瞎了吗？安以诺有些心虚，其实吧，我和他之间算是有点误会。什么误会？唐小婉感觉自己已经抓住了关键。哎呀，又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些做什么？安以诺越是这样，唐小婉就越是要弄清楚他和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安以诺明明就是对人家有意思，但是却表现得好像是欢喜冤家一样。以诺，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吗？你没有谈恋爱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和男生打交道，是不是你明明想要和他打好关系，但是却总是事与愿违？安以诺闻言眼睛一亮，唐小婉简直就是说到了他的心尖上。唐小婉赶紧趁机道：我知道你不懂，但是没关系，谁让我们是好闺蜜呢？我来帮你参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的。安以诺犹豫了一下，旋即叹了口气，好吧，但是你别误会，我对他真的不是喜欢，只是有点关注他而已。安以诺开始介绍起我来，唐小婉则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是，你确定不是在讲故事吗？听你这么说，这家伙好像没什么缺点啊。你看，根据你说的信息总结，在这么年轻的时候，长得帅，有才华，有财富，而且还有着巨大的声望，懂这么多的技能，你确定不是你幻想出来的纸片人？安以诺微微叹气，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也觉得我好像过于优秀了一点。我知道你不会撒谎，但是坠入爱河之中的女生，哪个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唐小婉觉得不能全相信安以诺，那你和他为啥关系不好？这是因为一个误会。安以诺将和我发生的矛盾娓娓道来。唐小婉瞪大眼睛，满是震撼。你是说你为一个绿茶男出头，逼迫人家帅哥道歉，并且用安家的权势压迫人家，而这一切发生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安以诺，你确定你喜欢的是这个帅哥，不是那个绿茶男？唐小婉真就迷糊了。安以诺那看着挺漂亮的脑袋瓜子里面，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别说人家帅哥不想搭理他，人家心里估计早就开始骂娘了。安以诺恼羞成怒，我都说了不是喜欢，只是有点好奇，还有因为之前的事情有点抱歉而已。好好好，算我说错话了好不好？唐小婉认真道，你知道你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吗？安以诺不悦道，为什么你觉得是我犯了错误？我不就是当初误会了一下他，我后来都已经道歉了，为什么就要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他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我后面都是好很多次了，还要我怎样？非要我跪下来求他原谅我吗？看着就像是一个怨妇的安以诺，唐小婉感觉有些好笑。哎，急了，他急了。以诺，你先别着急，其实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做错的，但是他也是没有做错的，不过你也不要太生气了。在我看来，那个帅哥还是很在意你的嘛。安以诺原本正在抱怨，但是忽然听见唐小婉的后半句，心脏感觉有些不受控制的跳了起来。你说什么？唐小婉有些茫然。哦，以诺你先别生气。安以诺有些着急，不是这句，是下一句。唐小婉像是领悟到了什么，但是又不太确定，他试探着询问，那个帅哥其实还是很在意你的。安以诺微不可察的点点头，同时用一种很淡定的语气道，你可不要乱说话，那个家伙这么讨厌我，你居然说他在意我。唐小婉内心暗自好笑，这小妮子，你是来质问我的吗？我看你分明就是想听点好听的。嗨嗨，年轻的女孩，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句话，一个人越是在意，就越装作不在意。此话怎讲？安以诺有些疑惑，你想啊，他要是真的不在乎你，是不是完全可以把你当成普通朋友来相处？为什么要装作视而不见？他是真的没看见吗？不，他其实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就是装作看不见，就是要让你很急很急。这恰好说明他在意你，因为在意你，所以对你采取了强烈的措施。视而不见就是他赌气的最好证明。对于唐小婉说的话，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安以诺喜欢听，他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论断。唐小婉甚至能听见他心脏砰砰乱跳的声响，能清晰看见安以诺那渐渐变粉的白皙耳垂。你胡说些什么？什么有的没的，真是闲的没事做。安以诺支支吾吾，勉强对唐小婉翻了一个白眼，好可爱。唐小婉作为女生都忍不住心动，她羡慕嫉妒瞥了远处的我一眼，真是便宜这头野猪了，那可是亿万家财啊，还白送一个可以欺负的老婆。